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爱情有烟火，谭健次、王楚然演技如何？一场吃饭戏演得刚刚好。6月18日，电视剧《爱情有烟火》播出至第7集。经过7集剧情之后，我认为第5集末尾到第6集开头的俩人吃饭的戏码，可以当作论据材料，证明这2位青年演员是会演戏的，而且演得刚刚好。不妨先说一说这场戏的前情提要。王楚然角色做了一份方案，并且想要通过这份方案重回职场，到职场女魔头手下任职。而这份方案需要高人指点。闺蜜们认为，王楚然角色家里的租客，也就是该剧的男主角，是这方面的高手。因此，王楚然角色决定通过一顿饭来贿赂男主，谋求让他给出一些参谋意见的可能性。这场戏当中，男女主角属于成为情侣之前的关系，因此他需要保持这种纯朋友之间的关系，同时还不能够过分冷漠，又不能出现油腻的问题。另外，这场戏有多重情绪变化，并且台词背后都有潜台词部分。潜台词部分是需要演员表演的。当然，最为重要的则是，这场戏需要让观众们看到男女主角逗乐子的一面，从而认为这俩人在一起是应该的。从这些方面来讲，要完成这场戏是不容易的。接下来，我们从具体的桥段细节入手，看看谭健次和王楚然是如何实现这个吃饭对手戏的吧。前边的铺垫忽略，直接来到王楚然摆筷子，准备就绪。王楚然角色准备敲门，谭健次角色猛然从里边出来，戏口来了。谭健次的表演，闭着眼睛，闻着味儿啊，这一开门就是戏瘾上身的喜剧感了。王楚然这边还没等敲门，对方就出来了，他反倒是尴尬了，打算回避。女主这个转身的动作，就是在表演角色情绪，很不错，拿捏得刚刚好。俩人开始交流，谭健次这边先问干什么，这其实是递话，给对手更多的表演空间。王楚然错愕，结结巴巴地邀请谭健次角色一起吃晚餐。谭健次角色则表演出100个不情愿来。王楚然也开始递眼神，开始演，往餐桌这边带男主。男主一边跟随，一边追问为什么，表演出自己的怀疑来。其实，男主最终的情绪是真高兴，而不是真怀疑。这戏就有的演。男主这边就得开启挑衅模式了，小台词就得跟上了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全出来了。女主这边知道他在逗乐子，想吃，因此他要以进位退了你，要不想吃也行，不勉为其难。俩人这小台词和表演设计得很到位，都是用进攻的方式呈现撤退，为坐定吃饭进行准备工作。男女主角这边坐定，男主继续进攻，有轻微洁癖，得分餐。谭健次这表演可谓是精准拿捏了，就是来用找事情的方式逗乐子的。王楚然角色起身拿盘子，乖巧地评价这分餐制好。谭健次角色就立马递台词，懂事儿，懂事儿。这就是成为情侣之前非常有趣的逗乐子内容。而俩人其实都清楚，懂事儿之后就是干正事儿了。分餐制的戏码继续上演。王楚然角色让谭健次角色多吃茄子，谭健次角色这边立马跟进，不客气了。谭健次角色吃茄子，然后赞美女主手艺好。俩人显然还得继续逗乐子，这事儿叫3翻4抖，不可能一步到位，最终的目的性不会马上出现，需要这些抖包袱的铺垫。男主吃，女主不吃，
男主诧异，女主解释：“你是我租客吗？咱俩要搞好关系吗？”这又是关系递进的逗乐子。观众们都知道女主的目的性，让王楚然这么表演出来，喜感就更足了。喜感还没完，男主继续进攻，表示不洗碗。女主同意，继而欠人情论抛出。男主直接摔筷子，表示女主别有用心。王楚然那边这个时候表演了一种有趣的尴尬。谭健次这边开始往正事儿上引导了，让女主说有什么企图。女主说被逼的。男主又开始逗乐子，菜里有毒啊！马上，男主这边开始抠喉咙，要呕吐，把刚刚吃进去的菜吐出来。女主真信了，发誓没毒。谭健次角色在一本正经的逗女主，王楚然角色这边真的相信了。这场戏就非常有趣。观中国站在上帝视角上，就全是乐子了。女主真着急了，赶紧说目的了，让男主帮着修改研报。谭健次角色还在那里装，一边认为研报是小事儿，一边说这个忙太大了，一顿饭不够。王楚然这边就很真诚的误会了，你想减房租啊？王楚然这个误会演得越是真诚，这乐子就越是充足了。俩人从不减房租聊到叫师傅，女主这边表演的不愿意也非常有趣。男主这边依旧进击，讲一字之诗的典故。王楚然角色这边开始用温柔的方式给男主搞圈套，还不知道你的意见好不好呢？男主这边借坡下驴，假装强调自己厉害，实则开启帮女主修改研报的模式。女主表演出了真正的兴奋，少女感十足了。电脑拿来，俩人又进入到另一个阶段的表演。男主认真看，女主怀疑自己是不是写得不好。可以说，这场吃饭的对手戏里边全是戏啊，很多个表演层次的递进。谭健次和王楚然之间属于互相成就的关系，互相给对方戏，让表演与表演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咬合力，继而喜剧感出来了，戏剧目的也呈现了。基于此，我说这两位演员是会演戏的，演得刚刚好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